小心！朱元，帅别告诉我，重庆任命周淮海担任上海行动总队长，这就是明目张胆的勾结包庇汉奸了。他建议我们写篇文章，把这件事捅出去。我来写这个文章，《明报》是晚报，赶得及的话，今天就能发表。好，就这么办。卑鄙小人，卑鄙小人，叛徒！这姓吕的就是混蛋！你们还愣着干什么？搜遍上海，也要把他给我抓回来！是。哼，小人，叛徒！院长，这怎么了？吕飞逃跑了，他看日本人不行了，以为我要倒了，把我所有的重要文件都卷走了。刚才打了一个电话，说20根金条换我的文件，狗胆包天，敲诈到我头上来了。哎，这怎么说呢？这只能怪您自己的眼光了，您看错人了呗。哼，都以为我要倒了，没那么容易。来，你看看，这是我刚刚收到的文件。重庆军委会已任命我为上海行动总队长，负责上海的一切事务。这个职位太小了，不符合我的身份。我已经要求升格为上海行动总指挥。我就是让那些背叛者看一看，我周淮海是一座山，不管怎么改朝换代，上海还是我的天下。这篇报道是你写的吧？真是莫大的讽刺。我们多少抗日志士抛头颅洒热血，都不及这些大汉奸摇身一变。吴再先说，周淮海早在几年前就归队了，说他是身在曹营心在汉。直到几个月以前，他还在疯狂的清乡，镇压和屠杀抗日群众。你们军统也有好几个人在今年年初被他下令处死。我试问，这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吗？你知道，有些事情是我无法解决的，毕竟是重庆的命令。但是舒媛，你应该了解我，此刻我的心比你还要难受。毕竟死去的都是我的兄弟。快，打开收音机！快打开收音机！世界の体制と帝国の現状度に鑑み、非常の措置をもって貴族を収集せんとこに終了なる男児新民に次ぐ秦は帝国政府をして米英史と四国に対しその共同宣言を離脱する旨通告説明たり、そもそも帝国市民の法令を借り、我们胜利了，日本人投降了，他们接受了波斯坎公告，也就是无条件投降。我们胜利了，抗战终于胜利了，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我们终于胜利了，胜利了！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太不容易了，我们多少年的坚持，多少人的牺牲，天终于亮了。坏了，老百姓下野庆祝胜利，周海居然派兵去镇压，反了他了！反了他周淮海了！昨天晚上市民庆祝抗战胜利，啊，他竟然敢派兵镇压，他什么意思啊？我听说他的人撞到你的枪口上了，可你不该管闲事啊，司马老弟。今天一早就有人打电话来质问我，还说要将此事告到重庆去。
你说要是让委员长知道了，还不得说我们无能吗？那既然社会舆论这么大，你就应该顺应民意啊，把他给抓起来。眼下是不可能的了。重庆军委会来电批准了周淮海将行动总队改为行动总指挥部的请求，并要他切实负责上海的治安，严加防范共产党的渗入。防民之口胜于防川呐！啊，这么做，这不是给匪族脸上抹黑吗？司马老弟啊，我知道你心里会怎么想。抗战8年了，你是在上海一直同这些人战斗，九死一生熬过来是不容易的。不过什么是大局？我不管什么大不大局，我只知道我兄弟的血不能白流。你眼下这种情绪很容易被共产党利用。听说昨晚上和你在一起的就有共产党。我提醒你，严加防范共产党是我们的底线，谁越过了这条底线，是不会有好结果。哎，那人不是杜月笙的管家方墨林吗？是他没错，这是吴委员下令抓的，要逼他交出财产。他的财产？他的财产不就是杜月笙的财产吗？怎么，老虎肉他都敢吃啊？现在还谁管谁呀？谁有钱就抓谁，能捞就拼命捞，抢钱都跟抢疯了似的。好啊。这就是我们的原则立场，这就是我们的革命利益。啊！周总指挥，根据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命令，现在我将上海的指挥权交给你。现在，所有的日军都集结在上海虹口，接受中国方面的电验。机场和港口现在都已经交给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很好，我马上派人把猪肉、酒水送到虹口，安抚日军的部队。所有军官根据重庆的命令，将得到妥善的安置。顾祝同将军即日到上海接受你们的投降。哎，有一点必须强调：宁沪杭地区所有日军占领的城市，只能向国军投降，不得交给共产党。这个我当然清楚。好，回去吧，你们放心，我们丝毫不会动你们的。哎。我正派人找你呢。我任总队长的消息是你泄露的吧？是我。这不都已经公布了吗？我来就是想告诉你，日本人现在投降了。你别以为找到了新的靠山就可以肆无忌惮。有这么一句话你应该很清楚：别看今日闹得欢，就怕他日拉清单。你什么意思呀？我告诉你，3年前我就在为重庆工作了，不光是我身边还有一群人。委员长就要颁发特别嘉奖令，表彰我们在敌后的工作。你不觉得无耻吗？就这样洗牌上岸了。是谁派你来的？共产党？啊？哎，我是周淮海。院长，我是吕飞。吕秘书，你在哪儿呢？院长，
是我不对，我是一时糊涂啊，我才办了那么多错事儿。院长，您看在我跟在您身边这么多年，没有功劳有苦劳，希望您给我一次机会。文件都在我这儿，您放心，我绝对没有把它透露给任何人。是。好，我现在就把文件全部都交给你，全部都交给你。是。那我现在就到您的办公室去。来人！刚才吕秘书打来电话，说要带着文件来，你们多带些人手过去，不能让他靠近市政府。记着，我只要文件，不要人。懂。您的意思是？不要留下任何把柄。水瓢呢？水瓢呢？水瓢！坏了，快，派人去追，不能让人家碰见吕秘书，快去！天哪，这个人太可怕了。这是通往市政府的要道，一会儿吕秘书从这儿过来，我们就一起冲上去，乱枪打死他。好。史帅彪，妈的，又让他给逃了。来，坐下。吕秘书，你怎么样了？帅彪，我真没想到来救我的是你。我以前还那么对。别说了，你给周淮海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在旁边，是他要杀你。我以为我在他身边卖了这么多年命，他会放过我。没想到。吕秘书，你伤得不轻，我现在送你去医院。来，帅彪，包里面有一份文件，是周淮海你的，一共42人。重庆方面已经决定保护他们，给他们一米抗日的名分，让他们免受惩罚。你需要我怎么帮你？我活不了了，你要把这份文件发布出去，我死了也不能让他们逍遥自在。我答应我，帅彪，答应我，一定要答应我。吕秘书，吕秘书。
这份文件发布出去。一群白痴！你们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把车开跑了？我们埋伏在那儿，他也躲在那儿。我们把吕秘书杀了，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给窜出来了。他把车开跑了，文件就落到他的手上。吕飞的死活我不管，文件一定要给我找回来，就是挖地3尺，要给我找回来！快去！我是周淮海，给我进吴委员办公室。我要见他，我要见他。这是一份很重要的东西啊！你们看看，这上面42人都是些什么人啊？周淮海、罗军强、任元道，他们都是卖身投靠日本人，双手沾满抗日志士鲜血、罪大恶极的大汉奸。蒋介石一旦给这些人封功受奖，那么多抗日志士的鲜血不就白流了吗？这不是莫大的讽刺吗？老蒋的目的很明确，是要利用这些人来反共。吕秘书临死之前，要求把他公布出去。他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才良心发现的。我认为应该把这份东西马上发向延安，这是蒋介石包庇汉奸的又一罪证。这些汉奸不能逍遥法外。可上次的清道计划，重庆也不认账，这次他们也可以死不认账啊。所以要公开揭露他，让他暴露在民众和舆论之前。上海的市民历经了8年的苦难，饱受汉奸和日寇的欺压。只有他们最清楚，谁是抗日志士，谁才是汉奸。这个时候，只要有人登高一呼，他们必定响应。我认为共产党就是应该借助民情，向蒋介石提出抗议，逼他表态。在这个时候，我不相信蒋介石还敢附逆民意。这些汉奸，就一个都跑不掉。帅彪说的对啊，这叫双管齐下。可是，由谁来这登高一呼呢？我来。今天下午，在南京路会有民众的集会，庆祝抗战胜利。我认为这是最好的机会。周淮海到处在抓你，你一露面不就更危险了？我知道很危险，而且我相信，周淮海肯定会跟军统联手。但是，人活着就是一口气，我就算死了，也一定要站出来，绝对不能让这些汉奸逍遥法外。否则的话，千百万的灵魂在天上，就得不到安息了。舒远，给我准备一块白布，我要用我的鲜血，把这些汉奸的名字书写在上面。吴委员，真是对不起，让您亲自跑一趟。吴委员，哎呀，老周，你可能还不知道吧？啊，我可以告诉你，方才我接到了重庆方面的指令，让本人暂为代理上海市的市长。没想到吧？啊，可是本人才疏学浅，但是上命不得不从嘛。啊，所以。哎呀，我只能顺便过来看看。是，让您当上海市市长，这太好了，太好了。请跟我来。老周啊，你是怎么搞的啊？几个月前的清道计划泄密，让共产党抓了把柄，结果呢，委员长几乎下不了台，只能是延缓了对伪军的收编。这是多大的事啊！啊！新四军趁机占领了苏北江南大片土地，你这回怎么又犯事了呢？啊，又出这个问题，你让委员长面子往哪放？让重庆方面说我们什么好？那个吴市长，您息怒，请您先跟我来，我有样东西要给您看。
请吴市长，您请。请。这是我在霞飞路和石门路的2处房产，另外还有农民银行的股份。此外，我还收藏了一大批名画、字帖、真迹。这些东西的价值呢，能够买下小半个上海了。还请您笑纳呀。老周，看不出来你还真没少搂啊！啊？你不是已经送过厚礼了，怎么还想着再送一次呢？哎，不成敬意，不成敬意呀！想请吴委员，啊不，想请吴市长在委员长面前还是多多的给我美言几句呀。哎，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担心那份名单吧？这个请放心，我会向重庆方面证明你在几年前就归队的，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不就没问题了吗？是。可是那些名单一旦泄露出去，共产党不依不饶怎么办呢？老周啊，你是个明白人。日本人投降之后，你说我们共同的敌人是谁呢？不就是共产党吗？对。清乡剿共，你是富有成效的，保护你们就是为了发挥你的长处。老周，军统里的有些人呢，你是否还得考虑再打点一下？您是说司马空？啊，我早有准备了。你是个明白人，好，有你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老周，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好。空哥，这是什么？这是周海海派人送来的，50根金条，还有任元道的2处房产证，剩下的就是些股票什么的。对了，他和任元道想在天福楼请你吃饭，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张扬？跟他们吃饭，我可丢不起这人。是，但吴委员说了，他们都收了，要你不收的话，就和他们过不去。他这是想收买我呀？好，把这些都收起来，打个清单，我要留下证据，将来好撕他的嘴。是。空哥，出事了！外滩市民集会庆祝抗战胜利，有人在发表演讲。庆祝抗战胜利，发表演讲，这不很正常吗？是帅彪发表了演讲，他写了血书，列举了42个汉奸的名单，要求严惩他们。民众们都很附和他，声势搞得很大。吴委员和周淮海知道了，已经派人过去了。他们这是想要干什么呀？同胞们，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些名字？就是这些人卖国求荣，在8年抗战中，他们投奔了日本人，屠杀了多少我们的同胞，干下了多少令人发指的罪行。如今抗战胜利了，他们居然摇身一变，又成了重庆国民政府的座上宾，还是骑在我们头上耀武扬威，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能答应吗？不答应！我们不答应，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应该站起来反对他们。我们要让这些大汉奸绳之以法，接受审判。我们要用他们的血来为我们千万死难的同胞报仇，绝对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同胞们，我们拟定了一份请愿书，代表上海市民。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在上面签上你们的名字。来，大家来这边签名。江先生，
是非法集会，聚众闹事，请各位往后退，违抗禁令者后果自负。同胞们，同胞们，你们看到了没有？这些都是周淮海的特务。如今抗战胜利了，他们还是这么猖狂。住嘴！你聚众闹事，煽动民意，就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怎么？你还要向我开枪吗？有什么不敢？谁敢违抗禁令，我们就杀谁！请大家来这边签字，来这边签。没事吧？幸亏你来得及时，要不然非得出事不可。我接到报告，上海多地发生殴打集市市民事件，这都是行动总指挥部下的令。恐怕这还是重庆方面的意思。不过不管怎么说，还是要谢谢你。你可以啊。这些汉奸名单那可都是铁证，送给我吧。没问题，回头连那些签名的一块送给你。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国民政府是要包庇这些大汉奸了，你自己好自为之吧。有这些东西在，他们一个都跑不了。刚才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他的意思是，如果国民政府一意孤行要包庇这些大汉奸，那就得问一问，全中国人民愿不愿意？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啊？以后这些抗议请愿信都别弄过来，拿走，不长点记性。这是市民要求承办的汉奸名单，周淮海派人镇压，我已经把他的人都抓起来了。抓了就抓了吧，方才周淮海还在这里，我已让他先回家待看。回家待看？我以为你会包庇他呢。我包庇他，我还不至于那么糊涂吧？啊，司马老弟啊，你知道上海这点狗屁事闹到重庆去了，委员长发火了，来通电话训了我一顿。国民参政会以董必武为首的向委员长发难，美国人都不高兴。那些什么社会名流啊，指责军委会和汉奸勾结。周淮海过于嚣张，落下了不少把柄。哎呀，可是我感到奇怪的是，这当中很多内情，外人是怎么知道的？早就跟你说过，
纸是包不住火的。也许吧。为了挽回党国的声誉，也是迫于压力吧，委员长下令了，按照公布的名单逮捕周淮海、罗军强、陈公博这些人。这是人员名单，这是委员长的手谕。对嘛，早该这么做了，啊！我去布置一下。司马老弟呀，依我看，这名单上还少了一个人，叫帅飘。此人虽然是个秘书，可是能量不小，是周淮海检举的。这个人我熟悉，他不是汉奸。不是，你怎么能听周淮海的话呢？有人举报了，我们就得调查嘛。何况这个人和日本人汉奸都打得火热，能脱得了嫌疑吗？就算他不是汉奸，我也怀疑他跟共产党有来往。因此，抓他的理由不在于他是否汉奸，而在于他是否通共。此事我已上报重庆，你还有什么话可以跟重庆去说。司马老弟呀，我听说你和此人交往颇深，我得给你个忠告：共产党的事少沾为好啊。帅彪同志，根据你的表现和你提出的申请，党组织已经接受了你的入党要求。今天，就是你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日子。我和舒元在这里代表党组织，欢迎你的加入啊！希望你在未来的日子里积极进取，为我党的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我绝不辜负党组织对我的信任。好，现在开始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履行党员义务。在这神圣的时刻，帅飘感觉到自己内心涌动着无比强大的力量。他感觉到自己不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他的身后，有着千千万万和他一样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人，一起为了伟大的革命事业而奋斗。他感到巨大的力量和无比的幸福。我刚打电话，陈公博、罗军强和丁默村他们都被抓起来了。我们在家里也是等着束手就擒。对了，你不是说重庆会庇护我们吗？戴笠还是你的把兄弟，怎么会弄成这样呢？都是这个帅飘，他把事情捅出去了，还在街上大肆宣传，搞得舆论沸沸扬扬的。共产党在重庆也趁机指责，老蒋下不来台，戴笠也无能为力呀。我们花了那么多钱到处打点，都不起一点作用吗？哎呀，本来是有用的，让我当上海行动的总指挥，维持上海的秩序，都是重庆的步骤，接下来就可以保我了。没想到，名单给公开了，老百姓不干了。本想再挨几天就能过关了，可是现在鸡飞蛋打，我心里恨得我。
罪孽呀，罪孽！你给日本人卖命，最后就落得这个下场。好了，夫人，别垂头丧气了。我想我们还是有机会的。你们不要再做梦，你们没有机会了。你来干什么？我来为你们敲响丧钟，我来宣告你们的灭亡，我来给你们算账。这个帅皮啊，居然跑到周淮海那去了。来人！师长，你马上带几个人去周公馆，把帅皮给我抓起来。是。把我们送进监狱，你以为自己就能逃脱吗？一不下水，我也要把你拖下水。你的这种伎俩，我早就领教过。当初授意潘达置我于死地，可是后来他死了，这就是恶有恶报。现在你们卖国求荣，也不会有好下场的。你们的报应已经到了。这就是你找我算的第一笔账？没错。卢孝安死了之后，你设计霸占了财产，还包括这套房子。你和林世群狼狈为奸，我们不愿意投靠日本人，你们就设计陷害，甚至连我们逃到乡下，离开上海，你们都不肯放过，杀死了我全家，甚至连我太太肚子里的孩子都不肯放过。我在卢林的坟前发过誓，我一定要报仇，不光是为我自己，也要为天下跟我有相同遭遇的人。杀人凶手必须受到惩罚。于是你就来到了上海，来到了林世群的身旁，你就是想报复我们，对不对？我没有别的技能，但是我早就领教过你们的贪婪，所以我让你和林世群赚了很多的钱，很多的钱，这样你们的政权就会被掏空。你们的政权失去经济实力之后，就没有办法向南向北发展，你们就只能龟缩在日本的羽翼之下，直到覆灭。你出的那些主意，什么储备券的抛售，日本军票的兑换，其目的就是不断的削弱我们。你真是用心良苦啊！我怎么就会栽在你的手上呢？你不是栽在我的手上，你是栽在你自己的贪欲上。你的这种贪欲，让你背叛国家，卖身投靠。你们现在的下场，是早就注定的。你们就等着接受历史的审判吧。站住！站住！公哥，抓个周淮海，怎么来这么多人呢？我们是奉了吴市长的命令，不是来抓周淮海的，是来抓帅飘的。放屁！抓他们什么帅飘？听我的，我让抓谁就抓谁。是，公哥。兄弟们，走！别动！别动！你们是吴市长派来的吧？哎，电话是我打的，把他抓起来，帅飘，把帅飘抓起来，快啊！对，别动，别动，老张，你们，我要去告你们，我带走，送提篮桥监狱。走，我跟吴市长说好了，放开我，放开我，抓我呀！放开我，放开我，老张。你来这是来找他算总账的吧？能亲眼看到大汉奸被抓，你总算是做了一件好事。但他说的没错，军统本来是来抓你的。抓我？为什么？能陪我出去走走吗？
司马空，不要逃避嘛。8年抗战是胜利了，现在轮到你们粉墨登场了。你看看你们的接收大员，那是满天飞啊！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这就是所谓的五子登科吧？司马空，不要逃避嘛。8年抗战是胜利了，现在轮到你们粉墨登场了。你看看你们的接收大员，那是满天飞啊！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这就是所谓的五子登科吧？啊，对了，你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吗？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我昨晚和戴老板通了一通电话，我跟他说了发生在上海一切的事情，他很生气。我以为他会严惩那些人，但他没有，他只是下了一道命令，说今后日伪所有的财产的处置，全部交由军统来办。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让军统明目张胆地去抢钱呐！你说这样一个政权，它还有前途吗？有时候，我真羡慕我那些死去的兄弟，他们轰轰烈烈的牺牲，不用看见这丑陋的一幕。说实话，真想脱了这身军装，不干了。那你为什么不选择一条光明的路呢？司马空，我跟你说实话，我已经加入共产党了。你为什么不能像我一样，选择光明，选择到人民中来呢？也就是你，敢在我面前说这种话，换个人，早就一枪崩了他。你用不着吓唬我，我是为你好。司马空，咱们俩出生入死这么多年，我不想看到你往火坑里跳。其他的人都在捞房子、捞票子、捞女子，可你司马空不是这样的。我真的担心你有一天会出事的。出事儿？我能出什么事儿啊？你不愿意跟他们同流合污，你唯一的下场就是被他们除掉，你知道吗？飞鸟尽，良弓藏。你的戴老板已经不需要你跟日本人拼命了，他和他的那些手下都在拼命的捞钱，你挡他们的路，就是找死，你知道吗？所以我希望你尽快的选择光明，选择一条别的道路，这是你唯一的出路。你是想让我当叛徒吗？是，你是叛徒，可你背叛的是反动派，这样的叛徒是正义的。你自己好好想想，我说的有没有道理？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你说这样一个政权，它还有前途吗？糊涂！戴老板心里最大的敌人是谁？不是日本人，记住，我们的敌人是共产党。这就是你们戴老板的态度，宁可投敌都不帮共产党，他还是中国人吗？这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气度胸怀不同的地方。你最好说话放尊重点。我对你不尊重怎么了？
怎么了？日伪想要他的命都要不了，居然被你杀了。我分的是重庆的命令啊！你以为把你关在这是我决定的事吗？告诉你，是你们戴局长的指令啊！你为什么不能像我一样，选择光明，选择到人民中来呢？我不想看到你在泥潭里面越陷越深，不可自拔。司马公，我跟你说实话，我已经加入共产党了。我们听说吴在先下令抓捕你，都替你担心呢。是司马空救了我，他带人把周淮海抓了，但是没抓我。那他岂不是要承担责任？司马空是军统的元老，吴在先啊，不敢把他怎么样的。放心吧。那就好。帅表，我有件事要告诉你。组织上考虑到你的安危，也考虑到根据地需要你这样的财经人才，所以决定你和舒元撤出上海，到根据地去。你们今天晚上就可以动身。老郑，谢谢党组织，但是这个时候，我还不想离开上海。为什么？国民党要对你下手，你是个对革命做出重大贡献的人，组织上也非常关心你的安危，才做了这样的决定。另外，根据地也确实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我非常感谢党组织对我的关心，但是我还有个事儿没了，我想再过几天。你还有什么事儿没了？是司马空，我想策反他，让他站到革命的阵营中来。司马空？司马空在抗战中和我们并肩战斗，他是个有正义感的人。可是，他毕竟是个军统少将，老牌特务，又是戴笠的亲信，你有把握吗？我跟他谈过，我非常理解，作为他这样的人，要做出这样的决定。是非常艰难的，但是我有信心。以司马空在军统里的地位和资历，如果能够把他争取过来，那可是很大的事啊。不过，这件事我做不了决定，我得请示一下上级。请尽快请示，也请转告党组织，我有决心，也有信心。空哥，吴市长发脾气了。正骂你呢，这老狗还学会咬人了。他骂我什么？骂你放跑了帅飘，还给戴老板打了电话，告了你一状。听说你跟戴老板告我了，撞了什么？啊？司马老弟，怎么那么大火气啊？问你话呢，说。你在跟谁说话？我可以告诉你，有人举报说你放走了帅飘，因此我给你们的戴局长打了电话。你想知道他是怎么说的吧？哎，你说，我听听。他说了，他相信你能够明辨是非，站稳立场。据查，帅飘和共产党邢书元来往密切，有人举报说。你跟他们两人的关系非同一般，因此戴局长撂下了一句话，你还想听吗？我听着呢。你要是还想在军统干下去，就得了结这两个人的性命，不然的话会影响你的前程。少他妈威胁我！这主意是不是你出的啊？是不是你？你要知道，消灭共产党是你的职责。你要不干掉那两个人，将来掉脑袋的是你。少他妈给我扯淡！老子不吃这一套！司马空，你少给我嘴！军统的家规你是知道的。你的戴局长后天就要来上海了，他说过要你干掉那两个人之后去见他。想想你该怎么办吧。
哎呀，吴师长，你可来了！司马洪这个流氓不分青红皂白就把我抓到这儿来了，你可要给我作证啊！我要告这小子我！老周啊，看起来是有些委屈你了啊。不过眼下的时局有些变化，你还得在这多住段时间。夫人已经出狱了，我已经让人把她送回府上。吴师长，什么意思啊？我是自己人呐，你最清楚了，戴老板也清楚啊。是啊，我知道，戴老板呢也是心知肚明啊。只是眼下全国上下要求惩治汉奸的呼声实在是太高了，共产党还有一些其他党派也在四处挑唆，美国人都发话了，所以重庆方面不得不慎重考量啊。你们也不能过河拆桥啊！我是对抗战做出贡献的人呐。吴师长，我还请你在戴老板面前美言几句啊！我的生死全在他的一句话了呀。这么说也不是不可以，只是这民意呀，啊，民意算什么呀？民意那就是狗屁呀！老百姓懂什么呀？还不是别有用心的人在煽风点火呀！这个闹一阵就过去了。哎，吴师长，我不会叫你白忙活的。我在码头还有2个仓库，日进斗金，只要你帮我这个忙，这都是你的。我周某人绝不反悔。老周啊，你还真是狡兔3窟啊！不过有你这句话，事情会显得好办一些。你也知道，眼下的人呢，是不见这个不办事的。我知道。行，你在这好好歇着。我已经吩咐过了，没有人会对你不恭敬的。就这样吧。吴师长，拜托了啊！吴师长，吴师长，拜托了！哎，老郑来了。水漂，你提出的策反司马洪计划，上级非常重视。有些细节，我想和你们商量一下。老郑，你直接说吧。司马洪是军统在上海的重要人物，他看不惯吴在先贪赃枉法，两人几次起了冲突。另外，吴在先还把5毛给杀了，所以他对蒋正权更加的寒心。我认为，这是争取他的大好时机啊！我之前听他说过要替5毛报仇，其实我们是可以帮助他的。而且我听说，他刚在监狱里把黄协军的熊万东给打死了。这可见他内心的仇恨和怒火是多么的深呢？哎，你说到点子上了。来，我们坐一下，我把上级的指示给你们传达一下。哎，空哥，你这是去哪儿？人，要不要兄弟陪你一起去啊？司马空走了，他还提着枪，我想他是去找帅彪去了。是你？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你们有什么秘密是我不知道的吗？你们都在，那就太好了。你想干什么？有人想用你们的脑袋来换我的脑袋。对不起，我没得选择。既然你是来杀我的，就别拿枪对着他们了。好，来吧。我要是眨了一下眼睛，我都不是帅彪。还有我，你最好连我也一起杀了。你们真的不怕死吗？我帅彪经历了那么多事情，
什么时候在死亡面前退缩过？好，看来我只能这么做了。我决定了，选择你们。你刚才一到这儿，我就听到了你内心的痛苦和挣扎。在1分钟之内，我就知道你的抉择是什么。谁让我们在一起共同经历生死这么多年呢？彼此太了解了。戴局长，周海海被我关在军统的监狱里，可老实了。掉毛的凤凰不如鸡，虎落平阳被犬欺啊！这家伙又交代了2个货运仓库，是，可没少搂啊！这个老家伙啊，放心吧，我会像挤奶一样把它给挤干净的，等待着您来接收。还有一件事，司马空已经同意干掉帅飘了。对，您这是一招妙棋。眼下我就等着他带来好消息啊。刚才这一幕，司马先生让我感触良多啊。你能够转向这条路，很不容易啊。哎，司马空，是不是那天听了我的金玉良言，才做出这样的选择的？其实啊，18年前，我曾经有机会加入你们，但我没有选择，因为那时候我认为能够救中国的只有蒋委员长。西安事变的时候，我又接触过你们，但是我依然没有改变我的观点。8年抗战，这8年，我们算是并肩走过了，让我对你们有了一个新的认识。而抗战胜利，这前后后发生的事情，使我对国府是彻底的绝望了。以你的聪明才智，你早就应该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怎么到现在才发现？他呀，是不想做军统的叛徒。叛徒？叛徒这个词用在这里好像不太合适吧？应该叫弃暗投明才对。司马空，你觉得呢？用什么词儿其实已经无所谓了，关键是我对军统都已经绝望了。现在的军统早已不是我当年为之奋斗、为之不惜牺牲性命的那个军统了。以前我们一腔热血杀敌报国，可换来的是什么？啊？周淮海这种人，居然成了曲线救国的功臣了。而我的生死兄弟，没有死在日本人的手里，反倒死在自己人的枪口下。我算是看明白了，蒋介石、戴笠，绝不是中国的未来。现在，我只有在你们共产党人的身上，才能看到我的理想和我当年奋斗的影子。所以我决定加入你们。你们愿意接受我吗？当然愿意。司马空，我认识你这么多年，只有今天你在我心中是最闪光的。我理解你的心，司马先生能够摒弃黑暗，投向光明，我在这里代表共产党欢迎你。现在形势很紧迫，也许你马上就要投入到战斗中去。
我现在就可以进入解放区，从一个普通的士兵做起。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老郑的意思是，他不希望你去解放区，他想让你继续留在上海。你是军统的元老，抗战时期功绩勋卓，如果继续留在军统的话，对我们的帮助更大。你们是想让我搞情报？不，情报不需要你搞。你下过棋吗？往往一个闲着的冷子，能在关键的时候起大作用。所以，我们希望你做这门冷子。但是现在我要回军统的话，有些事儿没法交代啊。不，你可以交代。因为帅飘和邢树元，他们已经死了，而且是你亲手杀了他们。什么意思？戴笠要挟你，其实是对你的考验。你能在军统里待下去，就必须要摘除他们对你的怀疑，这是第一。第二，帅飘和邢树元在上海的任务已经完成。第三，国民党嫁祸帅飘，以所谓汉奸为把柄，其实是在要挟共产党。你把帅飘杀了，等于国民党就没有这个把柄了，你懂我意思吗？说下去。其实啊，杀他们只是安排的一出戏。等一会儿出了这片树林，你们就不要回上海了，直接去苏北根据地，好吧？司马先生对我的安排有什么建议啊？没什么建议，我只想说，我真是服了你们共产党了。今天是值得庆贺的日子，你我终于站在同一战线上了。我加入你们啊，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些事情，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你。你说的我都懂，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哎，舒媛，你跟帅飘还没那什么吧？当然没有，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那就好，说明我还有机会。舒媛，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件事儿。答应你什么事？不许着急结婚，等我3年，3年之后，我尊重你的选择。战争还未结束，我答应你。不过，你也要保重，我会时时关心你的。你放心，你给了我一时，我会用一生来报答你。他跟你说什么了？他让我不要着急跟你结婚，让我再给他一次机会。我答应他了。哼，这家伙都这个时候了，还在跟我较劲。你真答应他了？唉，兄弟，多保重吧。集合！副座，怎么了？我查到了帅彪和巡视员的下落，就在青浦那边，所有人带上家伙，出发。是。
老板，王宇已经出货，那边等着验收吧。他们来了，好，我们开枪后，你们就往江里划船，按我们说的去做。你放心吧，王州是江边长大的，水性很好的。帅哥，他们在那儿。不行。喂，我是。说，你们在青浦江发现了帅飘和邢书元，正要逃跑，被司马空开枪击毙，肯定吗？你们亲眼看见的，眼下正在核查。再说一遍，能肯定吗？好的。接一下军统戴局长。戴局长，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司马空在青浦江边开枪击毙了那2个要犯。对。看来您对自己的手下还是相当了解的。行啊，最后他总算是开窍了。识时务者为俊杰嘛。空哥，你看，帅飘的证件是他们没错。把六子叫回来吧，把这些东西交给吴市长，看他还有什么屁话。另外，即刻电告戴老板，就说共产党人帅飘和秦书元已在青浦江边被我击毙。是。诸位，今天的会议要讨论对日伪汉奸财产的处置方案。会议之先，本人受委员长之托，颁布一份嘉奖令。中华民国军事调查统计局少将专员兼上海区副区长司马空同志，多年来不畏险阻，不怕牺牲，坚持敌后，为上海抗战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特授予中华民国1级青天白日勋章1枚，以资褒奖，奖中正。恭喜你，司马老弟！上海的地下抗战，你是获此殊荣的第1人。这次战役，我只是沧海一粟，获此殊荣，
实在是心中有愧。诸位请坐。司马老弟过于谦虚了，鉴于你为党国所做的奇功，委员长任命你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长，这可是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是汤伯将军，你明日即可向汤将军报到。是。快点！老周，老周，老周，夫人，我来看你来了，老周，来，坐好，慢点啊。他们说什么时候放我出去啊？没说。不，那吴市长答应我说跟重庆方面沟通啊。你给他们钱了吗？你还说呢？现在家里的各种产业、股票、金银珠宝，该给的我都给光了，可姓吴的还是说不行。家里就只剩下那栋房子了，什么都没有了，这可怎么办呢？王八蛋，王八蛋！一群喂不饱的狼崽子！老周，老周，你别激动啊，老周，慢点，别激动。夫人，我们从帅彪和鲁林那儿得到的房子保不住了。那你赶紧想个办法。我们不能这么被他们整啊，老周！没办法，夫人，没办法了。老周，别激动，老周。时间到了，赶紧走吧。这才多长时间呢？刚才没给你钱吗？你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吗？少废话！我他妈管你是谁！赶紧走。走吧，走吧，老周，快点儿，别逼我动手啊！走，老周，你要保重身体啊！啊，走吧，走吧。你们不能这样对我。我对抗战做出过贡献，我是有功之人。我要见委员长，我要见戴笠，我要见委员长，我要见戴笠。风萧萧兮易水寒。周淮海在末日将临的时刻，不知道会不会想起卢孝安的下场。如果想起，他应该发出一声兔死狐悲的叹息。他和林士群、潘达等人一道，把帅飘逼上了一条绝路，从而诞生了一个汪伪政权的掘墓人。如果周淮海还能再活一回的话，一定会嘲讽自己可耻、可鄙、可怜的一生。这他妈到底怎么回事？到处银行都在挤兑，法币不断的贬值，老百姓还活不活了？
现在国共已经开战，前线吃紧，大量的军费要筹集，所以只能苦了老百姓了。哎，司马老爹，你管这些干嘛呢？啊，你只要把汤总司令交给你的活干好就行了。这次汤总司令能把这么重要的活交给你干，那是对你的信任啊！感谢汤总司令如此的信任我呀。总裁是浙江人，汤总司令是浙江人，你也是浙江人。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汤总司令不信任你，还能信任谁啊？司马老爹，你可不要辜负汤总司令的信任啊！放心，我会给他完成的漂漂亮亮的。开车。老郑啊，你太不够意思了吧？收编我这1年多了，也从来不找我，怎么的？把我给忘了？我们从来就没有忘过你。听说你要去苏北前线了？汤恩伯在和共军作战的时候啊，他搞了一批私产，想把他弄过来，但是呢，那离共军太近，不安全，没人愿意去啊。他又不想让保密局插手，所以就想到了我。我呢，就想带着他这批私产，还有那这个，偷到那边去。哎，知道这是什么吗？整个京沪杭地区的国军部防级火力部署。怎么样？这件事，我们并没有指示你。你为什么这么做？不是，这是绝密情报啊！难道你们不需要吗？需要，当然需要，但是不希望你去搞。你的任务就是等待。我从抗战胜利等待至今，我等的黄花菜都凉了。哎，你们也不找我呀！这1年多，我从军统专员到保密局专员，再到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我都能轻易搞到你们共产党需要的核心机密，你们不找我要啊？什么意思啊？不相信我啊？相信你，我们只是不希望你去搞。你知道吗？获得一个情报，要冒很大的风险，我们不希望你承担这个风险，明白吗？你要做那个在关键时候起大作用的人。这国共都开战了。我还起什么关键作用啊？正是因为国共开战，才该你发挥作用。过2天有2个从延安来的特派员和你接头，他们会带来最新的任务，和你一起战斗。谁呀？
我们的故事走向了尾声，一段传奇结束了，而另一段更加惊心动魄的历程，才刚刚在帅飘他们的身上拉开序幕。